来，我们看接下来的这一对呢是我们本专场的1667号啊，清康熙，外米黄釉，内五彩花卉纹盘啊，内五彩花卉纹盘。那么这是一对拍品，先跟大家汇报的是品相，其中一支呢是全品相，那么另外一支呢是口沿冲线，底部摇风。我看一下啊。汤老师，您那只是底部有摇风吗？我来看一下啊，这有摇风啊，来注意一下，这个地方有摇风啊。这只是全品。汤老师手中这一件是口沿有冲线，底部有摇风。口沿的冲线，在这一块儿。对，看见了啊。在这个部位，啊，我手指甲指的这个部位啊，这有一个冲线。是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件的主体纹饰啊，主体纹饰，它的内部呢是以这个五彩啊来绘画了4组折枝花卉啊，绘画了4组折枝花卉。那么最中心的部分呢是以这个花卉加上冻石还有这个水仙啊作为装饰。那么冻石啊、水仙啊，它都是长寿的一个代表啊，代表性的一个植物啊，也是具有长寿的祝寿的意思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它的外壁啊，外壁呢是满施这个米黄釉。那么颜色也是非常的匀称。底部呢落了一个大明成化年制的这个寄托款啊，年份呢是康熙啊，康熙仿成化的康熙落成化的这个寄托款啊。那么口径呢是20.4公分，整体呢这一对来说，应该说品相还是可以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我们说这个五彩呢，它是盛行于明代晚期啊，尤其是在当时的这个日本呢，对于五彩那是非常的这个崇拜，对吧？那么五彩在他们国内呢是作为神一样的瓷器，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啊。那么万历的五彩呢，在当时这个在中国呢也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在康熙时期呢，也是得到了继承啊，一直延续往后。那么这一种呢，也是康熙康熙的这个五彩。那么虽然落的是成化款呢，但是它还是整个康熙的风格，而且外边这个米黄釉呢，整体也是非常的匀称啊。所以呢，这一对我个人觉得还是蛮不错的一个拍品，也值得大家多多的关注。好，我来再加以补充啊。这个里边啊，大家注意啊，这是我们讲五彩啊，青花五彩。因为什么呢？它的边饰看见没有？这种像宋锦纹的这种边饰，然后呢，中间的主体纹饰啊，它是以红、绿啊这2种颜色来体现的啊，以这2种颜色为主体的。那么，但是我们依然把它归入了五彩类啊，还不完全是红绿彩，归到五彩类，因为中间呢还有黑啊，另外还有松狮绿啊这种颜色，所以这个颜色呢就比较的特殊啊，比较的特殊。那么昨天晚上我们拍卖的时候，我记得也有一对牌儿，它中间青花是牡丹花，然后再用描金画了竹子，所以我们昨天在这个屏幕上，这个有朋友就提出来，他说不对啊，你这个说错了吧？你这个应该是这个康熙啊，怎么是乾隆呢？而且上面画的牡丹花是双犄角的牡丹花。那么今天我给大家看什么叫双犄角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牡丹花啊，就叫双犄角的牡丹花啊，包括我们这一件的牡丹花，看见没有？这个才叫双犄角啊。昨天我们那个牡丹花已经从康熙慢慢过渡到了乾隆时期，这个双犄角已经慢慢变得不那么锐利了，变得平缓了。就凭这个，你也不能把它定到康熙，因为双犄角的牡丹花顺治就有了，延续到康熙啊。这个呢，我在这儿专门要对这些朋友把这个话要讲清楚，这是我们讲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昨天讲那个东西青花牡丹花加竹子应该是康熙，我告诉你，今天这个才叫康熙尽管那一对是外销瓷，这一对也可以说它是外销瓷，但也可以说它是内销瓷。为什么？我们有理由。第一，大家注意没有，它背面是有款的，双圈大明成化年制。我们一般外销瓷当中绝大部分是不落款的，因为你落款给谁看呀？那真是给洋鬼子看，他看得懂吗？他根本就看不懂的，这个是对他们来讲是天书。所以所有的外销瓷底下几乎不落款偶尔会双圈，偶尔有点花压，但是文字这一部分
一般来讲是不会落的。所以这个呢要注意，不能说看到这种东西就一定是外交词，这个要一分为二啊，不能一概而论，我们的主观臆断会出问题的啊。这是我要讲的第2个问题。那么第3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最常讲的，这个底面的白釉有很多密集小而尖的针鼻眼，这是康熙时期最重要的特点，而我们昨天看的那个底下是没有的啊。当然我们客观的讲，你们和我有这么远的距离，而且摄像头照不到那么细，你看我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角度，明显的就有所有点，看见没有？昨天那个就没有，所以你说那个是康熙，这就来问题了啊。所以我们讲我们自己下结论的时候呢，不要太着急，看清楚了再说，不在乎于快1秒和晚1秒，但是我们的认知可能快1秒就错了，慢1秒可能就对了，这个很重要啊，大家很重要。尤其是我们有些商家买东西的时候，你手快了一点和慢一点的话，这个差距可能就大了很多呀。啊，这个所以我在这儿呢要温馨的提示大家，这个东西不要操之过急，看清楚了再说，没有关系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会上很多人走到哪儿就去指点江山啊，觉得自己不得了啊，指挥千军万马，其实草包一个啊，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所以我在这儿呢又是提醒大家。第3一个就是外边用的这种米黄釉啊，大家注意，米黄釉康熙时期比较多见，它是万历的酱釉慢慢演变成这个的。大家注意，万历的很多酱釉颜色比较淡，而这个颜色就更淡了，变成了米黄色调。大家要注意，这个同样是3洋花儿铁啊，只不过它的含量更低更少一点而已。那么这种颜色除了康熙，雍正还有啊，大家千万不能一概而论啊，它有一个延续性，这个也是我们每个人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好，还有一个问题又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请把镜头能拉到前面来吗？就照这一块就行了，就照这一块，照这个色彩这一块啊。我为什么要给大家看这个色彩？之前我在讲珐琅彩的时候还专门提醒过大家，大家注意中间这个松绿颜色这一块和包括那个绿颜色当中有很多密集的开片，大家要注意，我们中国传统的这种低温彩是用铅做助溶剂的，所以它比较的清澈而干净。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注意，它有的时候会出现开片现象，这个开片有可能在配釉的过程当中它含有氧化钾，因为氧化钾的膨胀系数要比正常的铅釉要大一点，所以它在烘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细小的开片现象。这个珐琅彩当中也是这样，康熙五彩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细致入微，有了这个反而不错，没有这个还得全面的考察。在这儿我又一次的温馨提示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仿康熙五彩坊的水平很高啊，我在这儿其实我个人来讲看明白了，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是看不明白的。我在拍卖场上见了不少了，照样标康熙在拍卖，价格拍得不低呀。我提醒啊，我们的朋友们一定要认真过细，这样的话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这个也是刚才我们董总讲完了以后啊，我专门要补充的几点，包括这个上面看见没有，这个中间的松弛率就明显的感觉它是有细小开片的，包括这个绿的啊，绿彩里边都有一点很细小的开片，这个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啊。这种现象还比较多，还不是少，所以我们鉴定五彩的时候要认真的看一看啊，过细，这样不影响我们啊准备口袋里掏出银子来，不影响的，只不过是个时间节点的问题。好，这个问题我们啊又谈完了啊，我们底下是好博古图，行，这个拿走。这个是这个啊，这种应该没有，有这个好像是机器打过的，用现代化的工具打的。啊，这件的尺寸还挺大，不是这个吧？啊，这个有吗？有，就是这个。啊，就这个啊啊啊啊！
好的，我们来继续来看这一件是1668号啊，是清康熙的青花博古图的花盆啊，青花博古图的花盆。那么这件一上手呢，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古拙啊，这个分量还是蛮重的。这一件的品相是口沿有小颗啊，口沿有小颗，大家看一下啊，就这块儿，口沿有一个，就这一块儿，这儿，口沿有一个挺小的小颗，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件的主体纹饰呢，它是采用了康熙时期啊非常典型的这个画片啊冰梅纹作为装饰题材。那么在冰梅纹的这个上边呢，以海棠形的开光来绘了这个博古图啊，博古图就是这个也是经常在瓷器上能看到的这个画片啊，博古图配这个冰梅纹。然后底部呢是光素无纹的啊，没有落任何的花压款。底部呢是有一个孔，那么作为花盆来说呢，它也是一个排水孔，对吧？啊，也是一个排水孔。但是这一件呢，我跟汤老师呢会觉得，它是不是原来还有一个盖子？对，对不对？对啊，咱们一起交流一下啊。这一件呢，应该原来还有一个盖子啊。那么因为它的尺寸比较大呢，如果说没有盖子的话呢，我们把它当成一个花盆，其实也还可以啊，也还能说得过去。但它本身呢，应该之前还是有一个盖子的。那么这种盖钵呢，它其实是分为大小最少是有2个尺寸的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上博还有故宫的书里啊看到的这种盖钵呢，它是和这个尺寸差不多，是一个比较大的尺寸。但是我们在这个拍卖当中呢，我们也有见到比它这个尺寸再小，最起码得小1/3的那么一个小1号的那种盖钵啊。之前我们有拍卖过一件，有一点品相问题，我记得是卖了26000左右啊，也是一个特别开门的一件康熙的作品啊。那么这一件呢，尺寸呢比较大到可以拿它当一个花盆啊，所以说这个尺寸呢还是掂量起来还是挺有分量的一件拍品。那么今天晚上呢，这一件仍然是这个无底价1000元起拍。如果说各位有感兴趣的啊，这件非常开门的康熙的作品，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口沿内没釉，我们这件口沿里边是有釉的，对，口沿这儿没釉，里边是有釉的，里边是有釉的，大家也可以一起交流一下啊。这个呢是这样啊，这一件东西呢，我们上了手以后呢，仔细看了一下，研究一下。那么这个本来呢是一个盖缸，这个造型呢大中小有几个尺寸的。那么为什么说它上面原来有盖儿呢？其实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经验啊，就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第一，口沿是毛口啊，是露胎的，我们叫色胎；第二个，这口沿里边一圈也是色胎。那么做这个东西留出它的色胎来，目的是什么？是因为它上面一定要有盖儿的。那么留出这个来呢，一个是为了很好的能够跟盖儿弥合，第二个呢，防止它滑落，所以一定要留出色胎来，啊，这个就器型和这个部位就告诉我们，它上面应该是有盖儿的，啊，这个是我要解释的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底下这个孔啊，确实打的是非常的规整，非常的漂亮，可想而知，这个东西呢，应该是用一个高速机。用现代的这种高速机啊，把它打成的孔，而不是古代人干的事儿。那么这个年代呢，应该离我们这个时代比较的近。你是说打孔是吧？孔。但是呢，我们因为拿来以后呢，因为底下有孔，按照我们的传统习惯，花盆底下才有孔嘛，平时怎么可能有孔呢？是吧？所以按照这种习惯思维，我们把它标成了花盆。这是我们的一个习惯思维。是的。但是这个我们也想象，不管是谁啊，中国人他是有智慧的，尽管它没有盖儿的，但是我为了充分利用它，那么为什么不能把它改一改呢？同样能起到作用。既然不能用为装食品、装储存器，但是我种花行吗？可以，里边再放一个陶盆，那么这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花盆就出现了。是的。这就是我们讲从器型和它制作工艺上对它的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呢，就是刚才我们董总已经讲了，这种蓝底白花，我们叫冰微纹，在康熙时期是最多见的，请大家也要注意，民国时期仿康熙的冰微纹水平也是很高的当然有一些是比较粗犷一些，但是也有很细的，仿得很好，这个呢也是请我们大家要注意的。中间的开光我们叫博古清贡这个图案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习惯，从宋代开始就有这种习惯。
那么只不过呢，这是在瓷器上再把它描绘出来。这个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装饰技法，清早期比较多见。那么再一个就是回到刚才我说的那个观点上，这个底面上出现很多的针鼻眼儿，包括圈足这种悬削的处理，都是康熙时期特有的这种装饰技法，特有的这种现象。这就是我们在界定它是康熙还是民国早期仿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特别的提醒镜头前的朋友们要认真仔细的观察，好吧？好的 ，OK。好的，来，我们来换下一件。下一件是这个吧？好。好，我们下一件呢是1672号啊，是一件清光绪的青花博古纹的罐儿啊，青花博古纹的盖儿。那么这一件的品相是口沿有刻啊，大家看一下是这一块儿，口沿有刻，抱釉，器身有摇风引起冲线，器身有这一块呢有个摇风，那么引起来的这个往左的冲线，往右的冲线这个冲线由摇风引起来的。口上这一块应该也是刻吧？刻的，对，应该是刻的。来顶部看一下这一块也是刻，它应该之前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圆形然后到这一块也是有刻，但这种它会不会是正好可以放一个勺子？对吧？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一块看似是这块有点磕，但它其实是可以放一个勺子，当做一个水盛当做一个水盛来做一个文房器那么这一件呢，乍一看它的造型远远的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图片呢，我第一反应我以为是个围棋钵呢，我以为真的是个围棋盖呢，因为您看它这一块就像一个盖子一样，但其实它这个是和身子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取不下来取不下来。然后它所有的盛水盛装的地方放东西的地方就是从这个顶端这一块放进去的顶端放进去的。然后它的这个主体的纹饰呢，也是以这个青花来绘制了博古图而且呢，它的这个青花的发色就是比较特殊，有一点点像这种平等青的感觉就是它的这个青花和我们传统见到这种艳丽的青花不太一样，它的这个发色呢有点像平等青的感觉，还是给人以非常雅的一种感觉然后看一下它的底部。底部呢是落了一个东壁图书4个字的双行楷书款东壁图书这种款我是第一次见到有落这种款的不知道这个东壁图书是哪一个文人家的这种堂号还是说他的书房的这种斋号东壁图书应该是专为某一个书房来定制的这种文房器那可想而知这一件应该也就是放水盛，就是装水用的这种用途那么它的高度呢是10公分，其实还是属于文房里边非常可爱的这种小器型的这种小文房那么这一件呢，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不缺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整体的这个器型呢是比较少见的这种像围棋钵，但是又不是围棋钵这么一个文房的文房器。东壁图书我记得我们上次那个拍卖公司那一件东西，乾隆的有一件好像是东壁图书吧。对，西元汉末陵嘛，东壁这个图书西元汉末，对，那就是它可能这个斋号也是引自于这首诗当中。对，它是引自于这个诗。那么这件东西呢，我们看一下，刚才我们董总已经讲了那么我呢所给大家提示的是什么呢？是提示的，大家注意这个上面有一个插屏，这边呢有一个几，上面放了一函书，一把宝剑那么这边呢还有多宝格还有这个笛子笔、灵芝水果等等。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在研究陶瓷的时候不妨通过那个时代人的眼睛，并把它绘制在瓷器上，因为当时人画当时的东西最代表性、最具有时代感。那么通过他们的眼睛和他们描绘出来的东西，对于我们今人认识那个时代有一个非常好的提示作用我们讲这个东西是光绪，好，我们看上面的吃虎龙怎么画的，我看它的这个圆的插屏上面怎么画的，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好提示，也
有利于我们今后对类似这些东西它的年代上的这种判断啊，提供了很好的依据。所以我们学会一直我在讲要融会贯通，融会贯通啊，举一反三，这个不是一句简单的话，而是如何灵活的运用，这个是个关键啊。所以我们看看它这个画的这个纹饰，这种装饰纹样啊，它在那个时代有。那么我们既然把它定到了是光绪了，那么我们在光绪同时代的其他当中，还有没有这种东西？还有没有代表性的啊，或者更明确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讲学习啊，也要动点脑筋的，也要找一点点的窍门啊，不是一根筋啊，这个钻牛角尖儿，这个是学不出东西来的啊，一定要学会灵活运用，相互借鉴啊，这样的话你的水平才能不断的提升，这个太重要了啊。我是因为这么多年几十年来，我觉得我的这个体会啊，还是比较深刻的啊，比较深刻的这件东西。好。好，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信老师啊，这一上来观念比较偏激啊，就想看大货。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啊，都是比较接地气的啊，让大家一看就能非常看得懂、明白的这个货啊。目前可能没有太符合您的。有啊，这大货来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674号啊，这是一件清代的青花缠枝连纹的玉堂春瓶啊，玉堂春瓶。那么这一件的品相是接口啊，接口应该是从这一块，应该是从这一块，对，从这一块接口。那么底部呢是切底啊，底部是切底，然后器身呢有长冲，我看一下啊，器身有长冲。那么在这一块啊，器身有长冲，这一块大家看看，器身有长冲，那么这件呢，我们给大家定的年份呢，就是写的一个清代，为什么呢？因为这种玉堂春瓶呢，它也是叫赏瓶啊。那么根据这个清宫档案记载呢，它最早呢就叫玉堂春瓶，那么多作为赏赐用。那么皇帝呢经常会，比如说在赏赐哪个大臣的时候，他会说赏玉堂春瓶一件，赏玉堂春瓶一件。那么时间一久呢，我们就习惯性的叫它赏瓶啊，叫它赏瓶。我记得在刚接触瓷器的时候，我对于这个清三代就是乾隆啊、嘉庆啊、这个同治、光绪啊，因为它属于每朝每代都有烧造的赏瓶，当时特别头大的就是，哎呀，怎么来认赏瓶？如果不看底的话，怎么能知道啊？那么所以这一件呢，我们因为没有底呢，保守起见，我们还是给它就写了一个清代啊，写了一个清代。那么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见解来分析一下，这是什么时候的一个赏瓶。汤老师，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属于中期以后吧。到乾隆吗？到不了，这还是光绪。因为它的这种青花的发色呢，它的层次还是略微不是那么的分明啊，所以年份可能会偏中晚期啊，偏中晚期。那么这件呢，它也算是虽残犹真的一件官窑制器啊，官窑器的造型，只是残的比较多啊。今天晚上拍卖呢，也是1000元起拍啊，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这件东西呢，其实我们讲的再细呢，其实意义不是特别的大，因为它已经是一个残器了。但是呢，它却给我们提示了很多很多，这个也是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了这个口的这一部分呢，它是接的，怎么接的呢？来，给我们一个近镜头好吗？摄像师，来，摄像师给我们一个近镜头。我呢给大家看一下，把这个镜头照到这个里头，看见没有？里边的这一部分看见没？这一部分这个脖子这一块是后接的，而且这个接用的还不是胎和釉接，而是用的人工合成的材料接的，这个一部分。那么这就给我们一个提示，以后大家在观察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不管它是接底也好，接脖子也好，那么这种方法到目前为止用胎和胎接、胎和釉接这种可能性呢有没有？现在的水平应该还可以，但是更多的还是用的化学原料接的。所以我们看里边的这个黄的这一部分呢，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化学原料在空气的氧化过程当中形成的这种黄色调，因为当时接的时候肯定不会是黄的，应该是透明的，而随着时间的转移，
这个化学原料在空气当中形成了氧化，它变黄了，啊，所以像这种修复件啊，以后也是提示我们要认真仔细的观察，啊，因为这件比较容易了，我们从里边直接我们叫打破砂锅，已经看到底了，是啊，这个学习是太好了，我们很难有这样的机会来学习啊，尤其看透了。至于说底下这一块为什么把它切了，那我就很难去猜了啊。那么昨天就有朋友讲，是不是用到别的上面？那我这个就不知道了啊。人家用到哪个地方去，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呢，就是我们去脑洞大开去想吧。但是呢，关键是提示我们，以后碰到这样的这个赏评，它的下半部分、上半部分，大家都应该认真仔细的去观察。有没有修过呀？这不是很好吗？我们警钟长鸣，以后碰到类似的东西，一定要认真，一定要仔细啊！我这个从头到尾这2个字永远不离我的口的啊！我一再提醒大家要这样做啊，这样的你不会上当受骗。至于说中间的这一部分，以我个人的经验，这应该是光绪的赏评，这一部分，这个上面这一部分呢用到哪个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但是底下这块一定是。它上半部分就是修的，应该是烧的一节嵌上去的吧？啊，哇，这个呢就是我提醒大家注意啊，昨天我们也碰到这个情况，这个中间这一部分一定是没错的，为什么呢？大家注意这个青花料，我们讲这个泽料一直用到现在，但是在我们这个史料记载当中，曾经讲到一直用到乾隆，所以我们看乾隆的青花呀，包括唐英，在他的这个在这个叫他的著作当中曾经讲到过这个金华江山2郡之中的这个材料就我们习惯讲的叫泽料一直到唐英时期一直在用，可想而知这种材料一直就延续下来了。那么到了清末以后，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到了光绪这一段时间里边，因为有了洋务运动，所以我们在对外开放和吸引外来技术当中，这段时间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我们从德国引进的这种靛青它是一个化学原料，而且呢它是成水剂的。这个水剂的东西呢，直接用笔蘸了以后就可以在胎上面可以绘画的。那么它有一个特点，颜色浓重偏紫。我们请大家注意光绪的官窑器当中就用过这种材料，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这件东西颜色也是非常浓艳的，几乎我们远处看这上面的这个残枝花卉就是一坨，你只有走近来看里边还有花瓣所以这些地方呢都是我要提示大家要认真看的，不了解这些不行，一定要记住所以这件东西也是这样，看见没有，蓝浓艳而且呢颜色有点偏紫所有的颜色都是一坨一坨，叶子也是一坨一坨的只看到轮廓，看不到里面的细部，这就是时代特点很重要。好的是的，好，那么我们继续往后，好，来再换一下。青花五彩，就水鱼，豆彩那个水鱼。水鱼是吧？对。豆彩水鱼，好。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件是1682号清乾隆的斗彩开光花蝶纹的水鱼儿我们近景切过来。清乾隆的斗彩开光花蝶纹的水鱼儿，那么这一件我拿到手里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它的尺寸是多么的小巧它的口径呢是5.5公分，那么品相是口沿一处微颗，口沿一处微颗就是这一块有一个微颗，特别小的一个小颗那么盖上这个盖子呢，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全貌它的全貌那么我刚才说那个上一个有点像围棋罐的那个罐子呢，我说可以放一个勺我发现我们直播间可能真的有完全不太懂瓷器的这个朋友他还说是不是可以放个吸管，这不是明显抬杠吗我所说的勺呢，当然不是咱们现在所吃饭用的这个瓷勺铁勺什么的小水勺。对，那么在古人呢，对于水鱼的这个用法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铜勺或者是小银勺，对，那么是一个特别有曲线型的很小的勺，那么和吃
吃饭的勺啊，那根本就完全不搭嘎的啊。那饭可能能舀起来2颗饭，算是不错了啊。那么是那种铜勺啊。同样我们这一种呢也是一样。那么这一件呢也是可以配一个小铜勺放在里边，那么作为古人装水用的一个小水鱼儿啊，盛水用的。那么在磨砚的时候呢，就可以拿这个小勺呢舀出来那么几滴啊，然后慢慢的磨砚。那么古人呢是讲究这个慢生活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快节奏啊，嘁哩咔嚓就赶紧弄完得了。那么古人是非常享受这种慢生活，磨砚呢，笔墨纸砚，就是这个写字啊，享受的这种感觉啊。我们这一件呢是一件乾隆时期的小水鱼儿，那么它的一个施彩的工艺呢，就是以青花呢绘制了这个缠枝花啊，缠枝花。那么中间呢是以开光的方式，再用粉彩画了这个花卉啊，2组花卉。那么在它的两边啊两端有一个凸起的铺手啊，铺手。我们一般的铺手呢都会是那种铺手衔环，那么这一块呢它是凸起来的是这是一个花的形状，花形，对，花的形状。那么以矾红彩来作为描绘装饰。另外呢，这个所有缠枝的这个枝蔓处呢，它是以这种描金的方式啊，来作为一个细致的这种装饰啊，以描金的方式。那么描金呢，因为它是属于一个低温彩啊，很容易就是手容易给它抹掉，因为手里边它有汗啊，尤其是这种金彩特别容易脱落。但这一件呢，隐隐约约还能看到一些金彩啊，应该说保存的还是不错的。另外呢，它这个盖子的盖沿一圈呢，也是有金彩。那么盖子呢，它就是这种金彩啊，也给人一种非常古拙，乍一眼望去呢，也有点这种降口的形式啊。那它这一件我看啊，它的这个盖沿其实没有降口，但是它的顶端呢是有这种降釉的感觉，然后再有描金的方式在上边啊。描金那个因为盖钮经常使用，描金脱落的有点多，仅仅是顶端还剩下这个描金啊，看得到。我们看一下它的底部呢是这个没有落任何的方式，那么没有落任何的这个款式啊。那么它的这个足呢，应该说这是一个如意足吧，这是一个如意足。那么以描金呢也是画出了这种如意的形状啊。整体呢是非常小巧可爱啊，银手可握。诺老师现在现在不拍卖，我们今天下午只是直播讲解。我们正式的拍卖呢将于今天晚上8点钟啊，今天晚上8点钟开锤，也是在您现在所在的这个我们的某音的直播间啊。今天晚上8点钟开锤，目前所有的拍品呢都在下方的小黄车里有显示，那么大家也可以提前了解一下拍品的这个状况啊、品相啊，里边这个细部图、紫光图都有啊。如果有感兴趣的拍品需要参与的话，今天晚上8点钟，在直播间开启了以后呢，您可以根据这个右下方的提示点击这个去出价的按钮，那么根据提示呢需要交纳一个5000元的保证金啊，全场通用。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诺老师，我们现在是直播导览的环节，好吗？无请什么时候的啊？他说是什么时候的？这一件呢，我们是把它定为乾隆时期啊，因为这种它也是乾隆时期比较多见的，这种小的文房器啊，对。好的。那么这个呢，我只要补充一点啊，这个刚才董总已经讲了，包括结合我刚才讲那个秋葵绿的那个笔筒，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乾隆晚期比较多见的这种斗彩形式的这种文房用具啊。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到了晚期以后，器型往往都会浓缩了，变得小巧了，更加便于携带了。请大家注意，便于携带是这一段时间当中最显著的标志。除了乾隆晚期和嘉庆这段时间都会有这种东西。今天我们看这个没款，但是也有款的，一般底下都落什么呢？乾隆年制4字2行篆书款。同样的道理，嘉庆也会落嘉庆年制篆书款就在这么一段时间当中，有这么一批类似像这样的文房用具，这个请镜头前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另外呢，这种在这个辅助纹饰上加描金的这种情况呢，除了乾隆，还有一个就是光绪时期会采用这种办法。这个一段时间，乾隆、嘉庆，然后光绪用的比较多。道光、同治、咸丰呢，像这类东西呢，到处不太多这个呢也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尽管它没有款，但是这个时代的风貌还是比较明显的
啊。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一类东西以后啊，像这种文房用具都是小气大样，看着小，造型是大的造型，小巧玲珑，用于把玩，用于携带，啊，就是这个时代的风貌，非常有意思啊，是的，有情趣，整体品相也是非常不错啊。就是盖沿那儿有一个特别小的小颗，其他都是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建议如果谁买到的话呢，可以配一个小的铜勺啊，特别小的那种铜勺，有曲线感的那种铜勺啊，配上去更显得它有的卖的，古拙文雅。你看这个镜头里面一看，这东西究竟是多大还是多小，很有意思啊，很漂亮啊。也谢谢我们直播间的诺老师啊，谢谢您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谢谢。好。来，我们继续往后。来吧。大家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多帮我们点赞，然后也多多的关注我们，因为我们也会不定期的为大家会推荐很多好的藏品。然后包括汤老师每周呢都会为大家进行网络的一个义务授课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我手中这件是1683号啊，是清晚期的青花五彩云龙纹的盖盒，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来，先盖上给大家看一个全貌。这件是清晚期青花五彩云龙纹的盖盒，品相是全美品啊，没有任何的毛病。那么口径呢是5.5公分，这个口径应该说是在盖盒里边算是非常小的一个尺寸了啊，和我们刚才的那个水鱼儿也一样啊，都是属于文房器，都是属于这个银手可握的小巧的文房器啊。然后看一下，它呢是以这个青花加五彩来描绘云龙纹的这么一个纹饰啊，作为一个主体的纹饰，而且呢最中心的这个龙纹呢，它是以这种立龙来呈现啊，以立龙来呈现。在这个龙纹里边，我们见到的非常多，但是正面龙呢，一直以来呢，就是不管是在古时候，还是说在我们现在的拍卖市场，就是立龙一直给人一种非常更加高贵的这种形象啊，更加高贵的形象。那么带有立龙的图案，一般它的价格要相应的会再高一些啊，立龙。那么旁边呢有两条龙在环绕在周围啊。那么它是以青花右下的青花做了一些装饰，然后再以右上的这个五彩呢进一步进行这个填绘啊，所以它的这是以青花五彩的这种绘画的方式。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下边这一圈啊，这一圈呢是以4组折枝花卉，也是以青花加五彩的绘画方式来呈现啊，4组这个折枝花，底部呢是光素的，没有落任何的款式啊，没有落任何的款式。然后打开让大家也看一下。里边呢有2个拿红笔写的这个小编号啊，不知道以前的藏家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标识的意义在里边啊，有2个这个红色的一个小标记，应该也是一个老藏家就是收藏过的一件藏品啊。那么整体来说，银手可握，也是一件小文房，并且呢没有任何的品相问题。这一件呢也值得大家多多关注。今天晚上是1000元无底价起拍。好，那么这件东西呢，很小啊。实际上呢，我们讲盖盒，那么更准确的讲呢，它应该是个硬盒啊，放油泥的啊，放油泥的。那么这种东西呢，大家要记住啊，1994年这一类的东西就有仿品出现，距今将近30年了，啊，30年前就有仿品出现，它主要是仿明代万历的青花五彩。所以我在这儿特别提示大家，见到这种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认真仔细的看，因为青花五彩在日本是绝对受欢迎，尤其是藏家特别喜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日本的很多藏家呀，有这种万历五彩东西出来，尤其是这几年流入中国回流的东西特别的多，大多数都是大明万历年制。那么这件底的圈足呢，大家注意啊。它是一个宽的啊平切足，那么这就提示我们每一个朋友啊，这种东西明代万历是没有的这么处理方法，所以这种东西只能到清代。那么清代什么时候呢？晚清到民国时期有这么一批啊，用这种方法来仿制大明万历的青花五彩。同时，民国早期还有一批这种仿五彩的东西，它用什么仿呢？用明代的民窑白釉瓷器
在上面加彩来仿制。这个也请大家注意啊，不要晕，是吧？因为看器型，看底面釉 ，OK， 这是明代的，但是请大家注意，它上面的彩是不是明代呢？我们故宫博物院里边就挑出一批类似像这样的作品。当然，它那个看起来都是御窑厂的官窑器，但实际上，通通都是后加彩，这个也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在这儿要重点强调一下。那么以后我们在市场当中，在朋友之间交流的时候，这些地方都要认真仔细的去辨别，一定要去搞清楚，才能下手这个我在这儿呢也专门提醒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要分外的小心。OK。好的，我们来往下看。好。好嘞。那个，这个盒子在哪？这儿。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件非常别致的一把壶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第1688号的清晚期素三彩开光人物纹的寿字壶。那么这一件的品相呢是全美品没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的参拍。然后高度呢是24公分。拿到这把壶呢，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哇，古代人的这个工匠的水平也太高了，就是能把。我们说可以在瓷器上面你怎么写怎么画都还好，但是能把一把壶的造型也给它变成了一个字的造型，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这个壶呢立在这里，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它就是一个寿字纹的寿字形的那么一把壶这种壶呢，其实最早在康熙时期就有出现康熙时期就有出现。那么到了晚清光绪时期呢，就是有很多这个康熙时候独有的品种呢，在光绪时期呢有继续的烧制这个仿制前朝的这么一个做法也经常会有。那么这个素三彩呢，因为它多以这个蓝色对吧，然后紫色、黄色为主那么素三彩呢是不会带红色的素三彩是不会带红色的。那么我刚才说的这3种彩呢是常见的3种彩，有的时候它里边也可能会加绿彩加什么就是其他的彩，但是唯独它素三彩不会加红彩不会加红彩。那么拿到这把壶呢，我是觉得这个工匠的工艺简直是太高超了，就是它是采用这个中空就是这种线条型。那么这个水就是从上面灌进来之后，就是通过这些各个通道流入到每一个这个管里边，对吧？那么最终呢是从这个壶嘴里边倒出来从这个壶嘴里边倒出来。那么这种应该主要还是就是装水装酒用的，不可能装茶了太难洗了，我觉得，对吧？装酒的，这个造型工艺太复杂了。然后这个上面的纹饰呢，也是以这个4季花卉，那么中间呢2面都以开光绘制了这个寿星老人，这边是一个老寿星，这边是一个老寿星，然后这边也是一位长者2位高士人物作为一个装饰，也是模工艺我们有小老师说应该也是模工艺，就是压出来的吗？对，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是我们小老师非常的有经验模印工艺。对，好的。这件东西呢，我们讲是素三彩，用寿字这个字体来拼成的这把壶，大家注意这个盖儿上面是个寿桃，这上面是一个寿桃，所以这个图案叫什么呢？叫寿上加寿，只不过呢，我们清代的这些工匠们更把它具象了，在明代弘治时期就有这种图案，后边是一个寿桃，然后呢中间做一个老寿星，也有呢后边是个寿字，中间做一个老寿星，叫寿上加寿。一般我们看到的基本上都是那种握足的碗，晚清里边会有这种图案。那么这个呢是在明代中期，那么到康熙以后呢，它就具象了，干脆把这个寿字演变成了这么一把壶，由寿字一个文字变成了一个实用器，这一个过渡和演变的过程还是挺有一点趣味的所以我们讲我们的古人是具有聪慧的智力，他能创造出你想象不出的这种东西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从康熙开始，那么后人有法只能这么说只能这么说。对。
底部色胎啊，也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这个东西呢，它是这样，我们叫密林釉，啊，什么叫密林釉呢？这个整个上面的素三彩上面的这个釉，都是以铅作为助溶剂的，啊，所以它这个温度呢，都是最后先烧素胎，然后加彩，加完彩以后呢，到炉子里烘烤，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它的白釉，虽然我们讲它是清澈的、光润的，但是它略带一点点黄色调。为什么叫它密林釉呢？就像蜜蜂的蜜一样，虽然它是透明的，但偏一点点黄啊。这就是我们过去老一辈儿啊给这种东西取的一个釉的名称，叫密林釉啊，低温的铅釉啊。这就是我们在讲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专门要强调一下啊，这个使用的这个色料用什么来配的啊？给大家强调一下。好的，我们来换下一件。那么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小黄车里边的拍品，如果有其他感兴趣的啊，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将随时为您展示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件是1689号啊，清康熙的青釉暗刻云纹花口盘，青釉暗刻云纹花口盘。那么这一件呢，它是落了一个大明宣德年制的6字双行的楷书款啊。那么这一件也是典型的仿宣德时期的一个造型啊，仿宣德时期的一个造型。那么这件品相呢是口沿有小飞釉啊，口沿有小飞釉，应该就是这种缩釉，就是这一处有一个小的缩釉点啊，有个小的缩釉点啊。那么这件呢，也是典型的仿宣德时期的一个造型啊。整体的这个青釉呢，颜色也是非常的匀称啊，非常的匀称，颜色也是蛮漂亮的。另外呢，在它的外壁啊，外壁呢以这种锥刻的这种形式啊，暗刻的形式呢，隐隐约约还能看得到有云纹啊，有云纹啊，有云纹。然后底部呢是没有落任何的款式啊，因为它的款式已经落到了这边啊，仿宣德的一个造型，整个是一个花口的形状啊，花口的形状。那么这件的口径呢是14.4公分，和我们以前见到的这种宣德的那种小碟子呢，尺寸要稍微大一点点，对，稍微的大一点点啊，也为大家找到了一些资料啊，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来帮我切一下这个照片儿。来，摄像师。帮我切一下照片啊，切到那个上面去。好的，那么这一件也是为大家找到的这个宣德本年的一个造型啊。从这个图片大家可以看到，那么它的落款方式，包括它的这种花口的形状啊，都是和宣德这种是一脉相承的感觉啊，也是后者仿前者。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平饰面啊，和它的侧面，对它的侧面，也是带有腰线的。那么它的底部呢，和我们这一件呢也是。非常的相似啊，非常的相似。这件是宣德本年的一件作品。好，汤老师还有没有其他的？好，这个呢，我再顺便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呢口径呢是14.4公分，但是我们真正看到宣德御窑厂落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这种花口的碟相比较呢，这个尺寸明显的要比宣德的要大很多，宣德的那个尺寸大概在10公分以内，而这个已经达到了14.4公分，说明它这个尺寸发生了变化，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款的写法虽然我们里边也是用青花楷书写的，但是宣德的楷书是晋唐小楷，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楷书呢，明显的和宣德相比较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这是第二。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专门给大家放了一个侧面，这个地方这个侧面的这一个硬折角啊，它是传承了元代的那个束缚釉的那种折腰碗，而我们宣德继承了它，而且在它这个下半部分这个硬折腰折的比较硬朗，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康熙仿的这个硬折腰呢，显得有点柔软，不够硬朗。最后一个呢，就是讲它这个里边的刻的暗花的纹饰没有宣德的那么清晰，里边外边，因为它里边的这个领口的这个轮廓线都有2道刻的暗纹的，这个上面就看不太清楚。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釉，宣德仿龙泉颜色呢
有龙泉的特色，绿中偏黄的，宣德做到了。而我们这个变成了什么呢？虽然也可以归纳到仿龙泉，但是它是粉青釉，和龙泉的那种颜色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差距。因为明龙泉窑也烧，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绿中偏黄，而我们这个偏粉了，这有点偏向于南宋的龙泉，这就不对了啊，这就不对了。所以这个几点呢，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圈足。你看这个圈足啊，特别的白，这个符合康熙的特点啊。但是宣德的这个圈足呢，它里边加了这个其他的瓷土在里边，有吸金的现象。哎，所以它会出现摇红这种现象，而这个上面是干净的，没有这种现象。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分量明显很重，这符合康熙这个胎的细腻符合这个特点，所以特别紧密，胎体所以比较重。那么这件东西呢，应该说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仿宣德时期的作品。再提醒大家，官窑里边有若大清康熙年制款的这种领口的盘，那么这个落的是宣德，有正儿八经官窑的这种款的，请大家注意，不仅仅康熙有，雍正有，乾隆还有，只不过我们平时见得少而已这个希望我们朋友们在以后的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呢，有心的去注意一下这就好了。好的，好，来我们继续看1694号，那个帮我准备一下，我们伊老师想看1673号是一件茶叶墨釉的瓶子，茶叶墨釉的一个小尊。伊老师您稍等一下我们去找。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件是1694号，这是一件清中期的窑变红釉的罐耳瓶。那么通过这个镜头呢，大家就能感受到这一件的颜色是多么的漂亮就是这个红中偶尔有些地方略微泛了一点点黑，但是呢恰好是有它的这种神韵在里边而且它的釉光呢非常的水润我这么转动，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美釉光非常的水润。然后呢，它的口部呢是以这种海棠型的这种口作为一个装饰，然后两边呢是有冠耳两边冠耳，那么中间呢其实它还有一个杏圆中间还有一个杏圆那么这种造型呢，它其实是和这个清代每个朝代都喜欢烧的这种罐耳瓶的这种官窑制式是一脉相承的那么这一件呢，我们不能把它算作官窑，但是也是受到官窑的这个影响变成了这么一个就是也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的罐耳瓶一件单色釉的品种。我们说看单色釉呢，那么第一是看它的形制高不高级，那么第二呢就是看它的颜色漂不漂亮那么这一件呢形制呢是集合了这个官窑的一个制式无可挑剔的，包括它中间的这个杏圆杏圆也都是和这个官窑的制式是一样的。另外呢，它的颜色呢也是无可挑剔的，釉水非常的肥润，而且呢颜色也是非常的漂亮值得大家关注的这么一件单色釉的作品我是在昨天忍不住把它这个推荐给了我们有一个朋友，因为我一般也不会太多主动的把这个链接发给别人，我是跟他说，我说这一件呢，因为今天晚上是无底价1000元起拍然后颜色也是非常的漂亮，那么器型也是非常的高级，作为这个摆在家里作为陈设插个花呀这种小巧的东西还是非常的可爱的然后这一件呢，它的品相是圈足外侧有科修，圈足外侧有科修，我看一下圈足外侧是这一块就是它的这个圈足圈足这个外侧有科修，但是修了吗？我没太发现这是小黄车里的，那么大家也对，晚上大家也自行在这个小黄车里看一下品相图因为它这种就是民窑的这种窑变釉呢，它在烧的时候本身呢，它就会有这种粘砂的现象，所以说在出来之后呢，它会进行一个敲底的这么一个环节对，然后敲底的环节，我们这件应该说还算是做的非常细致的，因为它整个的底部呢是采取了一个平切面，对，平切面，然后非常的光滑，也不拿手那么有一些比较糙的那种民窑呢，就是你一看底就是惨不忍睹就是密密麻麻的一些小的沾砂的现象。这一件东西应该说处理的还算是挺干脆利索，非常的不错的好的，华先生，我们现在是在预热，在预展，我们今天下午在导览直播今天晚上拍卖，好等我们拍卖，我们也会晚上也会等您的，好吗？晚上8点开播不见不散。好，把那件来茶叶墨釉的那件拿过来看一下。对。
这还有一件。还有一件。这还有一件。对，这是客人要求的。哦。行。来看一下这个。啊，华老师，您怎么知道今天晚上是范老师做客呢？啊，看来是关注了我们的这个介绍了，对吧？是的，今天晚上8点钟呢，将由这个我们的范海洋老师啊和我们公司的这个拍卖师杨小妹妹啊一起来进行今天晚上的举锤拍卖讲解环节啊。我和陶老师今天晚上可以休息，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但是我今天晚上也会关注这个抖音拍卖啊，也会在后台关注。小老师，我们怎么说呢？我们是易趣的拍卖，但是易趣和大易呢，我们都是一体的啊，都是一体的，都是一家人。好呀，谢谢华老师啊，谢谢华老师对我们的关注。我们今天晚上8点钟举锤拍卖啊。来，我们应我们刚才小老师的要求呢，为大家讲一件这个1673号啊，是一件清晚期的茶叶墨釉的小尊啊。我觉得小老师您特别有眼光，为什么呢？这一件呢是首先它是全品相，然后另外一个呢，您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是有一个云南省文物商店的一个标签啊，这个我们在介绍里边都没有跟大家提及啊。在这个收看直播的朋友才能知道，这件呢它是有云南文物商店的一个标签，而且呢是全品相的一件拍品。这个茶叶墨釉呢，它这个烧制的这个颜色呢也是非常的匀称啊，非常的匀称。那么底部呢是有我们之前的藏家收藏的一些标签啊，收藏的一些标签贴在里边，出自于文物商店。那么这一件，请汤老师帮我们先讲一下吧。那么这件东西呢，大家注意一下，是茶叶墨釉啊，这个颜色呢是带一点偏黄的啊，偏黄的。那么这种造型呢，我们平时啊不太多见啊，这个脖子特别长也特别粗。那么今天我恰好呢，在翻阅故宫瓷器收藏当中，看到了同样类型的啊，就这个造型完全一致的这种器物，它上面标的年代是雍正。那么可想而知呢，像这种东西啊，这种造型，它对后来人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看到这种造型的时候，大家不要惊讶，这个之前是有的，啊，是有的。而且呢，这种东西呢，也是后者仿前者。我们知道这个，这个鳝鱼黄这个釉啊，它主要是用的一种白云石啊来配釉的，而且它的温度呢，一定要在1280度，1300度都不行，超过了，这个颜色立刻就变，这是第一。第二，一定要在还原焰当中要慢慢的降温。如果在烧的过程当中，这个降温的速度太快，氧气进来了，它的颜色立刻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就会变成了褐色或者是酱色。所以我们在晚清的时候，经常发现一些茶叶墨釉的这种器型啊，它的颜色好像不是那么像茶叶墨，却有一点点像酱色调。原因在哪儿？原因就在于当时降温的速度太快，这种含氧的空气进来以后，使它表面的釉发生了氧化现象，所以它变成了酱色调。这个也是我们在界定这个茶叶墨釉的时候呀，特别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这就是颜色上。另外一个釉色，大家要注意。1957年，我们景德镇陶瓷研究所专门对茶叶墨釉或者叫鳝鱼黄釉进行过研究和试制，它的那个水平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已经达到了清雍正鳝鱼黄的水平。所以请大家要注意啊，这个胎和釉以及底足的处理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如果我们不太注意，很随意的一看啊，这个东西差不多啊，是的，有可能你就会上当啊。所以看到这一类东西的时候，大家要小心一点，认真一点，这样的话呢，不至于被后仿者给扰乱了自己的思绪啊。这就是我要在借这件东西的时候呢，尤其要强调啊这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器型啊，看起来呢，你看这个地方呢，这个肩部啊，还是显得有点太平，没有那么圆润。这个地方看来处理啊，还是不是那么特别的光洁，和雍正的器物相比较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差异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问题。这个底下呢，因为它是没有款的，大家要注意它是没有款的啊，所以这件东西呢，
它不能把它归纳为宫廷用器，啊，而是应该作于民间烧造的作品。这个地方呢一定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当然，难能可贵的就是它无瑕，没有毛病，是吧？是没毛病吧？这个东西是的，全品。哎，所以这个就特别的难能可贵了。因为这种东西不管怎么样，磕磕碰碰几百年了，有这种现象，实属正常。但是这个上面保存这种完美，倒是很难得。是的，千百个里边有这么几个，那就已经很不错了，对现代人来说。所以呢，这个的确需要一个重视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有眼力啊，还是会能挑东西的。这个东西不错。小老师眼力非常好。哎，这个东西还是挺不错的啊，造型啊、釉色啊都比较的优美漂亮，还是不错一件东西。是的，是的，那么也谢谢汤老师的讲解。看看其他朋友们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要求啊？如果没有别的问题的话呢，我和汤老师也将结束掉今天的这个直播导览的环节啊。我们今天晚上8点钟就将进行举锤拍卖了。目前我们这个某音的直播间搜索易趣啊，就是在那个下方的小黄车里啊，有所有拍品的这个细部图。这个紫光图，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拍品的状况。那么，如果说有感兴趣的拍品呢，可以在8点钟，今天晚上8点钟我们正式开拍啊。8点钟这个直播间打开了以后呢，您可以点击右下方的去出价按钮。那么根据提示呢，可以缴纳一个5000元的保证金，就可以全场参拍了啊。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随时跟我们的官方客服取得联系，好吗？各位，我们今天晚上8点钟直播间见，谢谢。好，再见，谢谢大家。